陆晨，搁这儿弄几只破虾就想充野生红须，没过霸天哥的秤，你这货就是水沟里的烂虾，值几个钱？这是我冒险从鬼窟礁身缝里抠上来的，镇上收购站明码标价120一斤。少废话，让开！30块，给你的，拿上滚！30块拿完，你抢劫呢？抢你怎么了？在沧海码头这片地，霸天哥说他值30，他就多不了1分，不卖，行啊，老子让你连30块都拿不到。现在烂成这样，3块钱都不值。黑皮，你欺人太甚！黑皮，你这样明抢，真当这码头是你开的？我家陆晨拿命摸来的货，你一脚踹翻，拿30块钱打发谁呢？全村叔伯都在这看着，你动陆晨一下试试。家人们，今天我未婚夫陆晨出水了几斤野生红须，被这个恶霸强买，水桶还被踹坏了。我去，这光天化日踢人家水桶！妹子别怕，败光这个黑心货，太欺负人了！野生红须120一斤呢。行，老子不跟女人扯皮。陆晨，老子今天让你连渣都剩不下。我去，刚才是啥动静？是那只虾起来打了力击拳，把鞋底给震裂了。这么帅！我去，这他妈是什么怪物？难道我能点化生物？我的脚，痛死老子了！陆晨，你他妈拿机械玩具来坑老子！大家别被这小子骗了，世上哪有会打拳的虾？这绝对是他在里面装了微型电击和电池的铁皮玩具，故意搁这演戏坑老子的钱。黑皮，机械玩具需要呼吸，需要过海水，要不你现在伸手过来摸摸，看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家人们看清楚了，这虾在喘气，身上的水纹和透光肉质清清楚楚。黑皮，你想赖账找借口，也找个动脑子的好不好？这黑衣男笑死我了，还机械玩具呢。你看那塞步骤的频率，比我心脏跳的都自然。这要是机械玩具，我直接出50万买这技术。黑心恶霸，别装了！管你是活的还是铁的，老子把你砸成泥，看你还怎么打拳！阿武，接招！我去，这也太帅了吧！这只皮皮虾绝对是练过的，太猛了！一拳打断木桨，绝了！小哥，能这虾卖给我吗？我出2000块。我出5000，谁也别跟我抢！陆晨，你等着，霸天哥不会放过你的！谁说这虾是垃圾？这货我听海楼全要了。宁总，您别被这小子骗了，我是张霸天的手下黑皮，陆晨这小子拿不出手续，这几只虾还是他从霸天哥的养殖区偷摸上来的。黑皮，你少在这血口喷人！鬼窟妖在村外海域3海里外，那是危险的暗礁区，什么时候变成张霸天的私人家业了？我冒险摸上来的，到了你嘴里就成偷的了。刚才你一脚踹翻我的桶，逼着我30块钱卖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是张霸天的养殖区？我手机正开着直播，几千人全看着。刚才是他踹桶毁货、明抢压价的全过程，直播里记得清清楚楚。他要是敢说鬼窟礁是张霸天的，我顺手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这人也太无耻了吧！刚才还说是机械玩具，现在又说人家是偷的。妹子怼得好，暗礁区凭啥成他家的了？这位穿西装的美女姐姐别信他，这小哥的手全是在暗礁上划的伤口，分明是冒着危险摸出来的。对，我们都作证，这货就是小哥自己摸上的。我听海楼销货只看品质，不看是谁的地盘。陆先生，你这皮皮虾不仅打拳，而且壳体泛着水晶光泽，须子鲜红透亮，这是极品中的极品。不过我得当面验验它的硬能力。验，宁总您赶紧验，这绝对是上不了台面的假货。打碎这块生蚝壳，如果是活虾的爆发力打碎的，我当场出高价。阿武，给宁总露一手。我去！凌空打碎生蚝壳，寸劲，绝对是正宗的寸劲。这皮皮虾怕不是学过武术吧？妈呀，500块一斤我也买，小哥卖我一只啊！好，太好了，拿钱来。
5万块，买你这只打拳的阿五，顺便预定你后续所有摸上来的顶级海鲜。陆晨，这钱是实打实落你手里的。5万块，宁总，在我们沧海码头做买卖，不经过我张霸天的同意，你以为这钱你拿得走吗？霸天哥呀，陆晨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个皮皮虾，把我的靴底都震裂了。宁总还要给他5万块钱，这分明是不给您面子啊！哼，宁总，听海楼在城里名气大，我张霸天敬重你是个做大生意的人。不过沧海码头这片地界，水产出入全得过我的秤。陆晨这小子欠着我的账，这几只虾就算卖50万，那也得先抵我的债。张霸天，你少在这扯胡话！陆晨什么时候欠过你的账？带着10几个人上码头，你想干什么？小沈老师，拿着个破手机，别在我面前装神弄鬼。这小子在他爹病重前，亲口向我拿了3万块的高利贷，白纸黑字。今天这5万块拿来还债都不够，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向你借过高利贷？你拿这张假欠条就想硬抢我的救命钱？陆晨，霸天哥说你借了，你就是借了，白纸黑字你赖得掉？张霸天，拿假欠条坑人，当我是3岁小孩？还有，你以为我买这只虾是拿回去下锅煮了吃的？这虾是刚被点化开制的，真要是被拿去下锅炖了，那可就太糟蹋了。这种能凌空打碎生蚝壳的神物，全天下找不出第2只。我买下它是要放在听海楼大厅做镇店神宝，做我们品牌的活招牌。张霸天，你带着人上门揽我的商业资产，信不信听海楼明天就让你倾家荡产？哼！张霸天，听清楚了，阿五是我摸到的宝贝，谁要是敢动他一根须子，或者想吃了他，老子跟他拼命！对，这么可爱还会打拳的皮皮虾下锅太残忍了，当吉祥物我天天去听楼消费。张霸天这黑心恶霸还想用假欠条硬抢，简直无耻透顶！好，陆晨，今天算你运气好，有宁总保你。不过在沧海码头的路还长着呢。听完，这钱你拿着，赶紧坐王叔的摩托车去医院把爹的费用交上，别耽误了用药。陆晨，你放心，我这就去。陆晨，合作愉快，阿五就留在你这儿养着，偶尔借给听海楼做宣传就行。不过明天南海海鲜大集，我需要更多高品质的海鲜，你能拿出来吗？宁总放心，只要这片海还在，你要多少的顶级货，我就能给你抓出来多少。去吧，里边待着。陆晨这小子神了啊！这大螃蟹和八爪鱼灵得跟成了精似的。今天去南海海鲜大集，绝对能卖个天价。那可不，昨晚听海楼的宁总都亲自出5万块订货，这小子是要翻身了啊！霸天哥，硬抢肯定不行了，咱得换个法子，让他这批货彻底烂在桶里。刘大妈，去，把话放出去。就说陆晨这小子的海鲜之所以会打拳会动盖子，全是因为他在水里下了药，谁吃谁得病。你放心，论传话造谣，这码头上没我办不成的。大家快别看了，这水有毒啊！哪有正经海鲜能站起来打拳，还会自己拉水箱盖子的？我听省城大医院的大夫说了，这是掺了工业神经药粉和激素，看着生猛，其实全带毒，买回去吃了会生病。不会真加了药吧？要是带毒，这买回去给客人吃出事儿来，谁担得起责任啊？陆晨，你为了赚钱疯了吧？拿带毒的东西祸害大家伙！今天你要是不把这水箱里的药水倒干净，我们就替大伙把这水箱给砸了。张霸天，带着这几个人搁这演戏，你不累吗？陆晨，少装蒜！你说没下药，那你证明给大伙看呀！你自个儿敢不敢把这水箱里的水喝3大碗？要是你不敢喝，那就是心里有鬼。今天这水箱必须砸了！对，当场喝3大碗，不敢喝就是有毒。张霸天，红口白牙少造谣，你说有毒就有毒，
凭什么让陆晨喝海水？何老师开着直播正好，让大家都看看他陆晨到底敢不敢喝自己调的毒水。不敢喝，就说明他这货见不得光。张霸天，想看我喝？行啊，但今天咱们当着全码头的香洲和直播间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如果这水有毒，我当场倒下。这水箱你砸了，我陆晨卷铺盖滚出沧海村。但如果这水一点事没有，纯粹是你张霸天造谣生事，你不仅要当着所有买家的面给我赔礼道歉，还得把我这水箱里的海水当场喝下3碗去。你敢不敢接？接！老子有什么不敢接的？你只要敢喝3大碗，完好无损，老子今天当场喝3碗给你赔罪。好，全场的乡亲们和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做个见证。3大碗喝完了，张霸天，轮到你了。我去，小哥太硬气了，3大碗海水说喝就喝。人家自己喝的顺溜，说明水绝对干净，这就是纯正的野生海鲜。恶霸傻眼了吧？赶紧喝，当场喝3碗赔罪。刚才不是叫的挺欢吗？喝呀！霸天哥，不能喝啊！这要是真当着全码头人的面把这3碗水喝了，咱以后在沧海村还怎么混啊？陆晨，少跟老子装神弄鬼！你在你的水箱里喝水，谁知道你刚才是不是提前服了解药？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在沧海码头，老子的规矩就是规矩。张霸天，你自己放的屁，现在想吞回去？村村的叔伯婶子，还有直播间里的几千号海友，大家伙快来看看啊！张霸天刚才亲口立的赌约，说陆晨要是敢喝3大碗海水自证清白，他就当场喝下3碗赔罪。现在陆晨喝完一点事儿没有，张霸天却搁这当众耍赖，大伙瞧瞧，这就是沧海码头的霸王，吐出来的唾沫还能舔回去。我去，这妹子太厉害了！这人耍赖皮也太丢人了吧！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敢立赌约不敢认？妹子怼得好，别给这种人留脸面。你想干什么？黑皮，带人给我把这喇叭，把这水箱也给我砸了！我看他今天拿什么去大吉！你动了挺晚东西，你动一下试试！哼，默默、谢大侠，出来招呼客人。这什么鬼东西？我的眼睛啊！我去，这大螃蟹还会扫堂腿，把这恶霸拌黑水坑里去了。笑不活了，摔了个狗吃屎，黑心霸王直接变黑脸包公。陆晨，你给我等着！还嫌不够丢人？赶紧滚！都给我滚！陆老板，你这水产的活性和灵性确实是我见过最顶尖的。南海海鲜大集马马上开始了，如果你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把采购合同签了。宁总，你们听海楼家大业大，拿去当吉祥物摆在大厅挺新鲜，可咱们做海鲜批发的，买回去是给客人上桌吃的。这货长得灵光，但肉质和口子到底怎么样？真没用过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陈老板，大伙儿都在这看着呢，想验真咱当场验，绝不儿虚的。对啊，光看活泼没用，最要紧的是鲜不鲜。当场做一道尝尝，镜头给特写。支持现场验货，真金不怕火炼。魏厨，你来做，用最原始的手法当场验。陆老板，给我拿2只最普通的大虾，不用生姜，不用料酒，就用白水煮。要是添加了东西，一进沸水，腥味和异味立马露馅儿。
要是极品，白水才能逼出本味。没问题。我去，这白水煮虾怎么能这么香？连一点腥味都没有，香，太香了！绝了，简直是绝了！这肉质紧实弹牙，入口自带一股深海冷水虾特有的鲜甜，没有任何腥味，甚至回甘悠长。我在顶级菜馆掌勺30年，这是我吃过品质最高的野生海产。陈老板，你自己尝尝。我的天，这口感，这鲜甜味儿，我出1斤150。陆老板，你水箱里的货全给我，我当场结算。我出160，给我留50斤。看大厨和这老板的表情，绝对不是演的。白水煮虾都能香成这样，口水直流啊！各位，抱歉了，听海楼已经跟陆老板签了独家采购意向，今后陆老板这里的高端货，我们听海楼全包了。陆晨，明天就是南海海鲜大集的大日子，省城和周边县市的大买家都会来。你今晚把货准备好，咱们在大集上正式签约。好，宁总放心，明天的货只多不少。霸天哥，明天海鲜大集宁清玄要跟他签大合同，要是让这小子签成了，咱在沧海码头就彻底没饭吃了。今晚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把他的干货仓和存货水箱全给泼上柴油烧了。好，今晚半夜带上柴油桶，老子让他明天的签约变成一场笑话。黑皮哥，咱们真要把柴油浇进去放火，这要传出去，名声可就彻底烂了。你懂个屁！霸天哥说了，明天就是海鲜大集，省城的宁总要跟这小子签大合同。要是让他把合同签了，咱们以后在这码头上连渣都没得吃。把这柴油往他水箱和棚子里一倒，火一点，管他什么神仙海鲜，全得变成一堆焦炭。陆晨啊，陆晨，明天你不是要签大合同吗？老子让你今晚就变成穷光蛋！给老子上！黑皮，大半夜不睡觉，跑我的棚子里点灯呢？陆晨，你怎么会在这里？张霸天白天吃了鳖，晚上除了泼柴油放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我早就在这等你了。黑皮，你刚才说的话，泼柴油的手势，还有点火的动作，被拍的一个都没漏。泼柴油纵火，企图毁坏价值几10万的海产，还威胁村里的码头安全。这视频要是放出去，你和张霸天下半辈子就准备在小黑屋里面吧。不关我的事啊，是黑皮哥逼我来的，是张霸天指使我们的。老子跟你们拼了！谢大侠，断火！黑皮，你这个僧殿的东西！码头上全是柴油，要是把这儿烧了，整个村子的渔船全得完蛋。走，抓着他找张霸天算账去，村里容不下这种祸害。黑皮，回去给张霸天带个话，明天的海鲜大集，让他带着这桶柴油，当着全镇所有商户和买家的面，亲自给我赔礼道歉。如果明天大集开幕前我看不到他的人影，这份录像视频就会直接出现在网上。滚吧！陆晨，真有你的，连他会来放火都猜得一模一样。对付张霸天这种没脑子、只有狠毒的货色，必须一步步把他逼到绝路。明天海鲜大集，就是咱们彻底扫清这群恶霸的大日子。老板，这怎么卖？陆晨，合同我已经带来了，
今天当着全镇商户和同行的面，咱们把这独家供货协议签了。让开，全都让开！哎，别推啊！仇主管，就是他！陆晨这摊子上的海鲜绝对有问题，带攻击性，严重影响集市秩序。陆晨是吧？收到商户举报，你未上报，在集市贩卖具有攻击性的不明海产，不合规矩。现在对你的水箱和存货进行暂时扣留，带回去核查15天。仇主管，我是听海楼的宁清玄，陆老板的海鲜昨天我已经安排检测过，没有任何问题。你现在连现场检查都不做，直接扣留，这不合规矩吧？宁总，大集有大集的规矩，现场安全是我们市场管理处说了算，有风险就必须扣留核查。仇主管，直播这么多人正看着呢。张霸天昨晚派人破坏存货，被我们抓了现行。今天他就带你来扣货，你确定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强行扣押？这管理处怎么回事？一上来就要扣货？的海明明质量超好，听海楼都要签合同呢。这仇主管看起来跟那个恶麻站得挺近啊。少拿直播说事，按规矩办事。来人，把水箱搬走。仇主管，想扣货，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今天凌晨水产质量办户亲自开具的野生水产检测合格报告和安全证明。按照大集规矩第3条，凡持有认可检测合格报告的海鲜，市场管理处无权以安全风险为由强行扣押。你居然拿到了检测报告！我不光有检测报告。听完，把今天早上记录的视频让周围的商户看看。检测报告齐全全，凭啥扣人家？退钱！扣人！伪造的，这视频是合成伪造的。阿武，陆晨，合作愉快。这份独家供货协议正式生效。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小子拿到了第3方检测报告，还撬走了听海楼的大单。对，必须请您动用南海远洋渔业的资源，封锁他出海才不。姐，在南海这片海域，还没有人能绕过我龙爷拿海鲜，游戏才刚开始呢。陆晨，别白费劲儿了。嘿，龙爷一句话，整个沧海镇所有的柴油站一滴油都不许卖给你。这3艘重型拖网船横在河道上，你的小破船连码头都驶不出去。小子，听说你拿了听海楼的合同，可这沧海镇的海域，龙爷不开口，谁也别想把一条鱼带出港口。10点钟交不上货，听海楼要扣你3倍违约金。没有柴油，没有航道，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出海摸货。铁头照是吧？大陆船公然挡住民用航道，拒绝提供正常渔业加油服务，你们是不是玩不起？我去，这也太霸道了吧！3艘大铁皮船把出海口给堵了，加油站都不给加油，这是要把小哥往绝路逼啊！听海楼12点开业，10点要交货，这要是出不去海，小哥违约金得赔惨了。什么远洋公司也太黑了吧！支持妹子曝光他们！随便拍。我们大船在航道内进行常规设备检修，就油站设备故障停业整顿，合情合理。你找谁来？今天这出海口也打不开。你昨天不是很硬气吗？现在没有油，没有船，我看你怎么把海里的东西弄上来。听完，把水车推到那边浅滩的旧木栈桥去。浅滩木栈桥，陆晨，你脑子进水了吧？浅滩全是泥巴和废礁石，水深不过2米，里面除了小泥螺啥都没有。顶级野生红须大虾全在3海里外深水域暗缝里，你去浅滩摸空气呢？没有柴油大船，靠人力划木排去浅滩。你要能摸出半斤红须大虾，我今天把这铁球吞下去。阿武，默默，
谢大侠，去深海把大部队带过来。装模作样，半小时后拿不出200斤货，看他怎么跟宁清玄交代。我去，浅滩滩捕大虾，这虾自己往网里钻啊！神了，这真的神了！连船都不用出，直接浅滩捞极品。看大船上那2个恶霸的脸色，绿的跟菠菜一样。这怎么可能？深海大虾怎么会自己跑到浅滩来攻塔楼？铁头赵，你刚才说，我要是在浅滩摸出半斤大虾，你就把铁球吞下去。这里是200斤，你准备怎么吞？陆晨，9点45分，准时交货。龙爷的封锁，看来也不过如此。呸！龙爷，这小子有点门道，能把深海的货赶到浅滩来。浅滩咱们管不着，但3天后的南海近海财捕权竞标大会，绝不能让他拿到财捕证。只要没有证，他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没用。放心，竞标大会的评委全是我的人，他拿不到证，我看他怎么在沧海镇立足。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了提高咱们近海采捕的效率和规模，今年的采捕证函发标准进行了调整。申请主体必须拥有重型钢铁鱼轮，并且具备大型拖网设备，小型船只一律不予发放采捕许可。重型钢铁鱼轮，那不全是远洋公司垄断了吗？咱们普通渔民哪买得起大船？就是啊，这不明显是拉高门槛，不给小船留。宋主审说的对，大船效率高，出海安全。某些人靠着一艘破小木船，在浅滩摸几只虾，就妄想跟咱们正规远洋公司抢采捕资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陆晨，听见没有？重型钢铁鱼轮，你那艘小破木船连报名资格都没有，赶紧滚蛋吧！宋主审，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近海采捕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当然是规模化效益和经济收益。错！按照行业规范第10条明确规定，近海及暗礁孕育区严格限制大型重型拖网船进入，因为重型拖网会扫平海底珊瑚礁，搅碎幼虾幼鱼，造成灭绝式的破坏。真正的近海采捕讲究的是生态无损采捕，只抓成熟个体，保护幼苗与抱卵孵母。请问宋主审，远洋的大拖网一网下去，连泥带土全刮干净，这叫合规？这叫断绝后路的掠夺？说的轻巧，什么生态无损采捕，不用网抽，你怎么做到只抓大虾不伤小虾？你空口白话，谁信你？不信，我现在就做给你看。我的天，这精准分拣，一点不伤幼苗，连带卵的母虾都放过了，这才叫顶级生态采捕。各位评委，我们听海楼都之所以签下千万大单，看中的是个陆老板这种无损生态的顶级采捕方式。如果今天你们为了某些大企业的私利，硬生生扼杀掉这种符合保护标准的优秀商户，听海楼的团队将代表全省10几家高级餐饮企业，对今天的竞标节提出全面质疑。经过一致裁定，陆晨提交的生态无损采捕方案完全符合近海保护标准。特此颁发南海特许采捕许可证。铁头，给他证。近海那点浅滩小打小冒随他去，3天后海里暗礁深沟的捕捞期就到了，那里的深海冷水大龙虾和帝王蟹才是今年利润的大头。到了没有摄像机、没有直播的深水区，他的小木船要是敢来，就让他和他的虾一起沉进海底味。这片海水颜色好深，
感觉好危险啊！听说深沟里的野生大龙虾一只能卖好几千块，注意安全。听说远洋公司的大船也出海了。陆晨，这里可没有那些框框条条，这里比的是船够不够大，铁够不够厚。陆晨，龙爷说了，这片深沟里的货，你一根虾须也别想捞走。铁头罩，你们用声波干扰破坏深海地质，这是公然破坏海洋生态。这大船太恶心了，直接用体型开压，还用声波驱鱼，这谁能抢过他们啊？小哥赶紧避一避，这大船要是撞上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阿武、默默、谢大侠，潜入水下80米暗缝，借着他们的声波共振，把最底下的龙虾网引出来。破浪机，拉网！我去，我真服了！14斤重的深海龙虾王，太神了！大船在上面轰山波，小哥在下面闷声发大潮。哈哈哈哈！看大船上铁头罩的表情，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把船开过去，给我把他的小船撞翻！铁头罩，大海虽大，但靠蛮力和阴招是抓不到好货的。这批深海龙虾，我替你们收下了。这小子手上的东西，绝不是普通的海鲜那么简单。通知下去，把这次深海龙虾的销售渠道锁死，我要让他有货无处可卖。陆晨，情况不对，龙爷动用了他在本地水产商会的全部人脉，今天到场的所有本地酒楼采购，谁要是敢接收你这批深海龙虾，明天他们的货源就会被南海远洋集团彻底掐断。半小时前，龙爷已经给这屋里所有的买家打过招呼了。陆晨，你的货确实好，但这沧海镇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没有龙爷点头，你这批深海龙虾就算再鲜活，也只能烂在水箱里。哼哼，既然没人敢要，我出5000块。陆晨，5000块打包收你这一整箱深海龙虾，不卖你就抬着它们回去喂猫吧。另外，我高度怀疑这批龙虾的真实状态，深海冷水虾极其凶猛，为何你这满箱龙虾在水里如此听话？你是不是在水里下了什么东西？钱经理，看不得别人抓这么大的龙虾就扣这么大的帽子，这就是南海远洋。大家不信的话，现场抽血扫描，如果有任何违禁成分，我陆晨甘愿放弃所有货产。样品成分纯净，无任何违禁添加，生物活性指数顶级。就算没下药又如何？只要在这本地水产圈内，龙爷不开口，你1毛钱也别想带走。这5000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钱经理，龙爷确实能封锁本地的买家，但龙爷手在场，管得着本地以外的地方吗？你什么意思？
外地冷链你根本运不出去。运不出去？那如果买家亲自安排省外专属特快冷链来提货呢？我是云京帝皇酒店的陈万山。我之前在陆先生未婚妻的直播间里观看了海上的全过程，这样顶级且采用物理无损保鲜的深海冷水龙虾，在我们北方高端市场绝对是稀世珍宝。龙爷在你们的那里管用，但在我陈万山这里毫无意义。这批深海龙虾，我出20万元现金。另外，我今天正式与陆晨先生签订年度职工协议，年采购额不低于500万元。我的省外专属冷链车队已经在路上了。陆晨，你……钱经理，回去转告龙爷，想跟我玩，叫他拿出点真本事来。3日后就是南海国际深海采捕节，到时候所有船队都要深入1000米深度的黑礁海沟。陆晨，你给我等着！我去，这就是1000米深度的黑礁海沟吗？看着太吓人了。听说这下面的深海帝王蟹一只就能卖上万块，小哥注意安全啊！那边的远洋巨轮又开过来了。陆晨，采捕节有规矩，各凭本领划分作业海区。看到前面那片漩涡没有？那就是分给你的魔鬼眼暗窝区。陆晨，不能去那里，那里的深海流速快，1000米水压极大，那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陆晨，这可是采捕节组委会抽签决定的，你要是不敢进，就当场撕了你的证，滚回村里吃奶去吧。陆晨，龙爷说了，这1000米黑沟就是给你准备的。魔鬼眼，上层是狂暴的对流漩涡，但因为海底断崖的地形，1000米深处必然会形成一个极其罕见的深海温差永生流。好，魔鬼眼区，我接了。蠢货，这是你自找的！给老子开动大功率声波网络，把主海沟的货全封死，看他怎么沉在漩涡里。听完，把重型特制冷链龙枪放下去，配重加倍。该死，怎么全是泥沙？那小子在魔鬼眼折腾了1个小时，估计钢缆早就被暗流切断了，现在哭都没地方哭去。哈哈哈！出水啦！纯野生的紫金帝王蟹呀，1箱200万。小哥在魔鬼眼拉出了黄金矿坑。哈哈哈哈！快看远洋大船上铁头罩和张霸天的表情，脸都绿成青苔了。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从1000米暗流里拉出这么多帝王蟹？铁头罩，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只懂用蛮力和声波。魔鬼眼表面是漩涡，但1000米深处是永星流，正是帝王蟹蜕壳聚集的绝佳圣地。你们用大功率声波震起海底泥沙，搞瞎了自己的网，而我顺应水流，自然能把货请上来。听海楼与云京帝皇大酒店联合买下3000斤，单价800一斤，共计240万元。龙爷，文的不行，软的不行，这小子不对劲儿，绝不能让他带着这240万回码头。所有水手穿潜水服，带水下切割刀，给老子把他的船凿沉。陆晨，水下气泡不对劲，有人摸过来了。想玩水下暗算？听完，把水下多角度高清摄像头全部拉满，
开启全网高码率直播。他们想按着来，咱们就让直播间的观众给他们好好照照亮。好。我去，水下有人，穿着远洋公司的潜水服，手里拿的是水下液压钳。他们想剪断小哥200万的蟹笼，太无耻了！正面抢不过，水下搞破坏。妹子别关镜头，把这几个黑心水手的脸拍清楚。该死！别管镜头，快剪了！想动手，问过深海的原助理没有？什么东西？我看不见了。快看这几个水鬼变成黑泥鳅了，丢人现眼！这就是远洋公司的实力，手里空空如也，还满脸黑泥。退！赶紧把人拉上来！退！陆晨，咱们赢了！240万的帝王蟹保住了！陆晨，祝贺你！听海楼和云京帝皇酒店的联名款深海极品宴下周正式开席，你就是我们唯一的首席供货商。先给父亲从转购后续所有的康复费用，彻底解除后顾之忧。但要支撑起每年几百万的供货协议，光靠这条小船和临用水箱显然远远不够。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冷链基地，以及一个能够停靠深水货轮的专属档位。夏季高温直逼35度，对于活体海鲜而言，没有专业的冷库和冰水循环系统，上万斤的高端货出水半小时就会缺氧变质。今天必须拿下地理位置最好的3号深水冷控夺位。哟，这不是咱们镇上的海鲜新贵陆晨吗？拿着200万现金跑来租刨位了。陆晨，你来晚了。3号刨位包括着码头上所有12个深水保卫，半小时前已经被我们南海远洋集团全部打包成舟了。张霸天，按规定公共泊位优先保障本地商户，你们一家独揽12个卡位，这是违规垄断。哼，小姑娘，嘴巴倒是挺利索。我们南海远洋出价高，资质权合规合法。不仅这12高位是我们的，连镇上3家大型制冰厂和冷风库，今早也被我们签下了独家包工合同。陆晨，外面气温35度，没有我们的深水泊位供大船停靠，没有我们的制冰厂提供冷链降温，你就算能从千米暗沟里捞出再多的极品帝王蟹，也没用。想租保卫？行啊，老子大方，把最偏角那个小渣渣结位转租给你，租金翻5倍。另外，你每卖出1斤货，得交40%的设施使用费。钱经理，12个现代化岛位和3家制冰厂，你们全包了是吧？没错，一间冷空都不给你留。那好，我就租那个。陆晨，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那7号旧码头是多少年前留下的老海石洞，早就破落废弃了，里面水深不够，而且连通着地下暗泉，一到夏天海水倒灌，里面就是个闷热失潮的水坑，连电线都没通。你租个废洞当冷库？陆晨，你宁可租个废弃水洞，也不愿意跟我们合作。那里面连1台制冰机都装不下，你拿什么给海鲜降温？陆晨啊，不能租那儿。那岩洞海水混合地下水，温度变化大，以前村里有人放过鱼，全折在里面了。按规定，废弃设施租金1年2万，我直接签5年，手续现在办。小哥租了个废弃的海福银洞做冷库，真的假的？这大热天的，废弃岩洞里温不得40度啊！又是那个黑心恶霸和钱经理，把全镇冷库全包了，太欺负人了！支持小哥，虽然不知道小哥要干啥，但相信小哥有自己想法。陆晨，大伙儿和10万网友可都看着呢。你那200多万买来的极品帝王蟹和深海大虾，要是敢放进这破水藤里，不出半小时，全都完蛋。钱经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世纪80年代建造这个神洞时，
老一辈渔民无意中凿穿了一道地下花岗岩裂隙，这道裂隙直通地下400米深的深海冷泉源。之所以当年会被废弃，是因为没人懂如何调节这股高压冷泉与海水的对流比例。这怎么可能？地下冷泉降温？我去，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天然4度深海冷泉库，零电费，零污染，活性比人造冷库高100倍，太绝了！这简直是天客恶霸啊！天然矿物质零泉水，这比任何人工冷库都能完美保持海鲜的细胞活性。陆晨，从今天起，听海楼所有的高端预留货全部存放在你这深海天然冷库里。钱经理，不好了，出大事了！嚷嚷什么？出什么事了？今天天气太热，咱包下的3家制冰厂超负荷运作，变压器刚才全部爆毁跳闸了。咱存放在人工冷库里价值300万的普通水产冷风机全停了，现在里面温度飙升到40度，几万斤货全都完蛋了。据悉，汤草版意外发现，拿不下会封不住你的库。下个月就是全省最高规格的南海顶级食材博览会，陆晨，这一次我要让你的名字彻底在整个水产界取名。1年1度的南海国际顶级食材博览会今日隆重畅开幕，全省数百家顶级酒楼与采购集团已全数齐聚。这批极品深海帝王蟹的活性也太恐怖了吧！哟，陆老板，对你们这位置还满意吗？陆晨，别怪大家不给面子，位置都是组委会抽的。这角落靠近排风口是热了点，但胜在安静啊。至于水管出白粉水，老场馆嘛，洗管消毒不是很正常？陆老板，听说你这批帝王蟹和龙虾娇贵得很，这靠近排风口几10度的高温，再加上这消毒水的水，我看你这海鲜能撑多久？陆晨今年这算是踢到了10把。钱经理，张霸天，你们对怎么养活海鲜真是一窍不通。大家不用慌，这水里是消毒粉放多了，我用的是沧海镇特有的天然火山石和吸毒藻。石头能快速吸掉水里的杂质和消毒气，海藻能净化水质，3分钟，这水就能比矿泉水还干净。3分钟搞的毒水，小哥这招太实用太干脆了。用火山石和海草吸消毒气，这办法太管用了。想用水质坑小哥，人家一下就解了。就算你解决了水质又如何？这展位在死角，周围又热又暗，根本没有买家会过来。你的货再好又有什么用？位置暗，温度高。钱经理，你以为这是劣势，在我眼里，这恰恰是绝佳的优势。我的天，那边怎么有个深海体物馆？好凉快，好漂亮啊！快过去看看，里面的帝王蟹和龙虾在发光，太神奇了！陆氏野生海产正式成为本届博览会特级深海食材唯一指定供应商。陆老板果然年轻有为，不过食材博览最核心的比拼可不是花哨的展示，而是盲测口感。
敢不敢当着全场商户的面，来一场最公平的白灼盲测大比？输的人彻底退出南海水产界。陆老板，规则很简单，两家各自挑选一只最顶级的帝王蟹，由现场4位评委进行盲测打分。样本分为 A 和 B， 评委只凭口感与肉质打分，得票多者胜。龙爷爽快，那就开始吧。等等，陆晨，你干什么？想临阵脱逃吗？各位评委，盲测讲究的是食材本身的绝品本味，但刚才对方大厨在水里滴入了一种浓缩海鲜提鲜剂，这种提鲜剂能强行提升普通蟹肉3倍的鲜味，掩盖肉质松散的缺点。请问这算什么公平？确实含有高浓度人工提鲜手溶液。手下大厨急功近利，失了体面，换水，用现场拆封的纯净水，不加任何调料。好，那就纯净水。肉质很厚，入口有一股浓郁的高香味，但在纯净水煮之下，肉质稍微有点发绵，回甘不够明显。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肉质？没有任何泥腥味，甚至有一股犹如高山冷泉般的清甜回甘。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顶级的深海帝王蟹。B 号全票胜，100分满分。陆晨先生，祝贺你！你和你的陆氏野生海产是当之无愧的南海大王。输了，不仅是输在品质上，更输在这小子的胆识与脑子上。停下！沧海集散港冷链卸货区今天暂停对外开放。我们已经提前办好了3号集散码头的合法承租手续，为什么不让进？小姑娘，合同是外港管理方签的，但卸货区里的自动化吊装冷箱和冷淡降温管道全是我们冷链联盟自建设的。按联盟内部规定，凡是未加入联盟的新船队，一律不得使用港口的冷链卸货设备。不加入联盟就不给卸货，那我们自己用人力和自带设备卸货总行了吧？自己卸？这大夏天30多度的高温，不用我们的高压冷大速冻管道降温，你那几万斤的货从大船搬到卡车上，最少要折腾2小时。2小时过去，你的货还能顶得住？陆老板，你最近在水产圈风头很劲呀！想在沧海集散港立足，简单，加入我们联盟，把你的陆氏深海原产拿出51%的股份让出来，再交300万入门费。以后这集散港的卸货区你随便用，没有赵总的冷链设施，你的货根本运不出去。乖乖交雇卷保平安吧，你在集散港1斤货也别想靠岸。港口正前方是人工修建的重型卸货区，而在卸货区左侧500米外，有一条直通深水区。被泥沙稍微淤积的古老潮汐避风沟。赵总，51%的股份和300万，你胃口未免太大了。这沧海集散港的冷链设备，你留着自己用吧。我的船不上你这卸货，不上卸货区，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没有我的冷淡管道降温，你的货怎么安全上岸？这就不劳赵总费心了。听完，通知咱们的街边车队，全部开到左侧的潮汐避风沟去。
灵雾喷射，开启。天哪！不仅不用花高额设备费，卸货速度居然还快了1倍！天然水雾降温，一点也不伤活货的膘皮，这方法太神了！这沧海脸绿联盟天价收费，人家陆老板分分钟给破了！陆老板，您这避风沟直线模式太厉害了，能带带咱们吗？我们愿意按市价的1半给您交场地费，再也不用受冷电联盟的气了。没问题，只要是正规经营的同行，避风沟道免费大家开放。对，必须请您在全省水产运销许可证的大审上直接卡死他的通行证了。陆晨，根据苍国外港冷链联盟提交的报告，你的陆氏深海原产在运输过程中不使用联盟统一的自动化冷淡管道，而是采用自制的散装冷雾与潮汐通道直卸。这种方法没有经过行业标准认证，一旦遇到长途跨省运输高温下极易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基于运输安全考量，会决定暂划陆氏深海原产的跨省运销证。暂缓核发就是变相的不给资格吗？没有运销证，陆晨跟听海楼和省外大酒楼合同怎么抵约？这严会长明显是在帮赵总拉偏将啊！陆晨，行业有行业的规矩，没有我们冷链联盟的冷淡标准认证，你的货别想运出沧海镇。严会长，你口口声声谈行业标准，那我请问，你手里的标准数据是多少？行业标准规定，长途活体海鲜运输损耗率不得高于12%，冷链联盟的冷淡车队能做到10%的低损耗，这就是标准。10%的损耗率也敢叫标准，简直是滑天下之大格！大家请看，这是过去1周陆氏深海原产通过汽水混合冷雾加地下冷泉调理直供省外酒楼的300车舱真实监测数据，累计运输活体帝王蟹、野生大虾共计12万斤，到货存活率99.8%，损耗率不足2%。满嘴胡言！不用冷淡前效降温，你怎么可能做到99.8%的存活率？你这是伪造数据！是不是伪造？现场做个长途颠簸实测不就知道了？赵总的冷淡降温属于断崖式爆冷，水温巨降会导致冷水夹克生物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这才是导致10%损耗的真正元凶。而我的方法采用的是渐进式微气泡溶氧休克法，通过极微小的气泡增加水体含氧量，配合冷泉的天然矿物质，让海鲜在运输途中进入生理熟料钾酶状态，不仅零损耗，而且出香即复苏。高下立断，这才是颠覆性的新型运输技术啊！比冷淡降温成本低80%，存活率还高出10倍。严会长，这种技术如果不给发证，咱们省的水产行业还有什么公平可言？经评审团一致表决，陆氏深海原产提交的微气泡溶氧运销方案完全符合并超越现行安全标准。特此核发全省最高级别特级水产运销许可证。陆先生，你打过来的这几笔治疗费很及时，你父亲目前的病情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不再有危险。不过要彻底根住并进行肢体功能恢复，后续还需要进行2期漫长的康复理疗。放心吧，大夫，费用不是问题，我们耗得起。陆晨，拿到这张跨省运销证，咱们就拥有进入省城最大的水产集散枢纽的资格了。想要保障父亲彻底康复，咱们必须把陆氏海鲜的招牌打进最核心的市场。
个地方上的小渔民，凭着点小聪明就想把手伸进省城的水产大盘里。传我的话，把省城枢纽中心最好的3个1号水产胆位全锁死。我倒要看看，他把货运进了省城，有没有摊位敢接他的货。